八重绳子的武器选择大全，省流版赌狗书 YYDS， 省流结束。那么我们先从4星武器开始，排除掉一些古早绝版的，玩家不会去兑换的，用不上的，剩下的武器呢，大概有这么几把。那么排名综合第一的就是我们著名的赌狗书啊。以前呢，要是随到精通 buff， 感觉还有点吃瘪。但现在因为八重可以打激化反应了嘛，所以在 buff 的10秒内啊，伤害表现就是一般的5星武器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要是满金的赌狗书，专武都要给你拉下马，4星当之无愧的一哥。那我计算的伤害呢是金3的赌狗书。那接下去在前台表现第2好的4星武器呢，是很多玩家舍不得锻造的这个白尘之环，凭借着高白值以及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后为反应双方增伤的效果，在前台有不俗的表现。但是如果八重在后台，那触发不了特效就库里狂拉，根本不能用，属于前台八重的好选择。而且我测试了，如果打激战，那么这把武器的特效可以同时给队伍里的水雷草增伤，非常强势的3增伤武器，团队增益效果拉满。就只可惜雷元素的法器只有八重和丽莎。那么如果是综合排名，第2的应该是霞里日月，作为月卡武器呢，提供了暴击率，特效让它在战场的时候表现出色。在后台就表现平平，但是在4星中呢也不算差。第3位是咱们的枫丹锻造武器纯水流华，那就是队伍中要绑定奶妈才能发挥出其特性，主要是胜在前后台表现都非常的稳定。那排在第4位的是须弥出的4星武器流浪晚星，副词条加精通，然后根据精通转攻击。那么如果队伍中有草神且神子战场，表现会更有优势一些，因为还可以拐全队的攻击力嘛。接着呢是万国珠海图谱，也属于前台神子限定武器，提供了精通、增伤、高白值，就差双爆了，战场都能用得着，后台无法触发特效，伤害就属于4星里的第3梯队了。最后剩下的这一批暗象的九羽狮，战场还行，但在后台就没什么用。正式知名童呢表现比较稳定，但是因为他加的是攻击力嘛，在打击化方面没什么优势。无垠蔚蓝之歌，他比没 buff 的流浪乐章还要低，属于实在没辙了的选择。那么对比完4星之后呢，是5星武器，排第1的肯定是专武，前台后台表现都很出色，非常均衡的提升了攻击、增伤、暴击3个区间，然后八重随便吃什么拐都能有效的提高伤害，非常的贴心。综合第2位的是草神的专武，这把武器打直伤就很拉，但是给它打激化伤害提升巨大。缺点是这把武器对八重来说，主要提供的增益呢在增伤的区间，那一旦队伍中的队友也拐精通、拐增伤，从城区配平的角度来看呢，增伤城区太过强势，攻击和暴击区间比较贫瘠，所以虽然裸伤是可以和八重的专武扳扳手腕，但吃上拐以后就不如专武，属于激化频率越高它就会越强，说不定在闲云阿姨的下落攻击队伍里有妙用。接着是四风原点，这把武器呢就很特殊，如果是前台战场伤害还是很猛的，比如说大世界跑图的时候，但是一切到后台就没比流浪乐章好多少，并不能展示出它作为限定5星武器的威猛。但是呢，它比其他几个5星还是要好一些。可以这么说，剩下的5星武器中啊，大部分都是战场的表现还行，后台和流浪乐章拉不开明显的差距，有的可能还不如流浪乐章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专武和草神的千叶浮梦以外，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流浪乐章和天空之卷。因为这2把武器呢都不是限定，获得的概率比其他武器都大一些，成本呢也都小一些。当然最优胜的肯定还是咱们的赌狗书，毕竟它是个4星武器。但是如果八重战场打种子的话，那么副词条是精通就很重要了，千叶浮梦呢也会成为最适合的一把武器了。所以打激战的八重结合前面的直伤，还是要多考虑一下精通的问题。好的，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本期新修订的8重武器选择呢就到这里了。